我是大帅，专注交易技术前火。今天带来一个抄底神技斐波那契回撤。你还在盲目抄底，买在山腰亏得血本无归。兄弟们，这大错特错！90%散户都忽略了斐波那契的黄金分割真相，以为低价就是底，结果账户缩水30%甚至更多。8分钟，我教你用斐波精准抓底，像机构一样赚15%。想少亏10万，这影片绝对不能错过。快点点赞，继续看下去。先来揭秘斐波那契回撤到底是啥。简单说，它是一个基于黄金分割的技术工具，能帮你找到股价的隐藏支撑位，精准抄底。黄金分割来自大自然和数学，比例像0.382、0.5、0.618，这些数字在市场中神奇的重复出现。为什么有效？因为全球交易员和机构都用这些比例，价格行为在这些点位形成共识，卖压减弱，买压增强。想象一下，股价从高点跌到低点，你拉一条线，斐波自动算出回档位。38.2% 是浅条支撑， 50% 是中位平衡， 61.8% 是黄金支撑，价格常在这儿停顿或反弹。90%散户只看 K 线涨跌，却忽略这些隐藏线，结果抄底老失败，买在继续下跌的陷阱里。这工具跟价格行为完美结合， K 线告诉你信号，斐波告诉你位置。别急，接下来一步步教你怎么用。用斐波那契抄底超简单，5步走，散户也能一周上手。第一步，选起点和终点，找一个明显的高点和低点，例如下跌趋势的顶部和高成交量的底部。起点选对很重要，高点要有卖压峰值，低点要有恐慌抛售，这样斐波线才准。第二步，画斐波回档线，用 TradingView 或其他工具从高点拉到低点，软体自动产生 38.2%、50%、61.8% 水平线，重点盯 61.8%， 这是黄金支撑，价格常在这里反弹，因为它是大自然的比例，市场心理在这里汇聚。第三步，观察价格行为，价格跌到斐波线时，找 K 线讯号，例如锤头线、长下影，卖压测试失败或吞没形态，没有 K 线确认，别急住买。第四步，成交量确认，底部讯号要量增加 20% 以上，说明机构资金流入，如果量缩，可能是假底部，90%散户在这儿被套牢，继续亏 10%。 量是资金脚印，低量时观望，高量时行动。第五步，入场与停损， K 线加量增确认后买入，停损设在低点下 1% 到2%，目标用1:2回报比，例如从 61.8% 反弹到 50% 位。风险控制第一，别全仓赌。这些步骤结合了价格行为的精华，让斐波从理论变得实战。记住，斐波不是万能，它是工具，需跟 K 线和量配合。来看个真金白银的案例，英伟达2025年初的大跌，看起来是底部，但要怎么确认？用斐波那契一步一步拆。画线，从$143高点拉到$86低点，38.2% 回档位在$108， 50% 在$115。这就是隐藏支撑，价格常在这里弹簧反弹。记得画线后开启设定，然后在样式里面选择向右延长线，即可获得延长线。价格行为，股价跌到$100，出现锤头线，长下影 50% 踢小，触及 0.236 支撑。次日吞没形态，直接站上 0.236 红线，买方强势介入。成交量突破时量增加 20%， 从低量枯竭转高量流入，这就是 90% 散户错过的抄底讯号，机构在吸筹，你却在荒卖。入场$102买进，吞没确认后，停损$98，低点下 2%， 目标$115， 50% 回档位，1:2回报。结果股价从$100涨 15% 到$115，获利 13%。如果忽略量增加或 K 线，买在$100后可能再跌到$86，亏损 5%。
斐波那契加价格行为让你精准避坑，赚大钱。这个案例证明，在2025年科技股波动中，斐波那契是散户的救命稻草。英伟达的 AI 热潮让它容易波动，但用 61.8% 支撑抓底，你能像我一样从亏转盈。心态分享：我早年抄底英伟达，忽略斐波那契和量增，买在假底部无 K 线确认，结果股价再跌，亏了 12%。后来学会耐心等讯号，用 61.8% 支撑加吞噬形态，抓住了苹果的 11% 反弹，赚了回来。散户最大错误是急买低价股，以为见底了，结果继续套牢。同时，对于正在运行的趋势行情，依然可以使用斐波那契来做判断。以台湾50指数为例，和前面一样，连接前期高点和低点，可以看到获得了精准的反弹阻力位。结合 K 线形态，在 0.236 构成双底，在突破 0.382 同时突破颈线，在重要的关口 0.5 震荡最久，直到最后突破前期高点20500。此时，如果我们想继续以前期高低点位置为准，预判未来的支撑阻力，那么点击我们画出来的斐波那契，选择设定，在下方给予更多的周期选上，这样就可以继续预判未来的斐波那契位置了。斐波那契教你，底部不是最低价，是讯号确认点。心态关键：一、别恐慌追底，等量增加 K 线；二、控制部位 5%， 停损第一；三、逆向思维，市场恐慌时往往是机会。记住，交易 80% 是心态， 20% 是工具。用斐波，少亏10万不是梦。总结：斐波那契回撤用黄金分割找支撑，结合 K 线和量增，抄底胜率 70% 加。新手从 61.8% 练起，直接使用免费工具。2025年美股波动大，招能帮你抓科技股底部。想学更多，快订阅、评论你的 K 线疑问，也别忘记点击简介，使用我的独家 TradingView 指标，别错过。